叶晨忽然大笑，让刘家辉和方嘉欣均是一脸震惊，同时又一脸愤怒。他们这才明白，原来叶晨之所以一直在提烧鹅这个梗，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怀念这个味道，而是一直都在故意戏弄他们而已。不过刘曼琼却丝毫不觉得惊讶，反倒是被叶晨忽然的一个急转弯逗得哈哈大笑，面对面的两人心照不宣地笑成一团。刘家辉的脸色也随着两人的笑声变得越来越难看。片刻后，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看着叶晨怒喝道：叶先生，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，就对你以礼相待，把你奉为座上宾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处心积虑地羞辱我？叶晨倒是一点也不紧张，淡淡笑道：羞辱你？刘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虽然这是你家，但你也总不能连笑都不让我笑吧？刘家辉面红耳赤地说道：我请你到家里来，是为了跟你谈合作，而不是让你借机来取笑我的，这未免太没有礼貌了。叶晨一脸无辜地说道：刘先生，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刚才之所以笑，是因为刘小姐一直在逗我笑，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她一笑我就也想跟着笑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刘家辉怒道：可你明明就知道烧鹅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你刚才那番话不就等于是承认了你是故意而为之的吗？叶晨脸上写满了茫然二字，烧鹅就是烧鹅，它除了能吃之外还能有什么意思？我刚才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以为刘小姐是有意在逗我，想看我能不能憋住不笑，所以也就有心与她做个小游戏，也算是增进一下双方的了解。说完，叶晨非常认真地看着刘曼琼，开口道：像刘小姐这么漂亮的女生，能博她一笑是我的荣幸，说句自不量力的话，古人不也常言道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吗？我见到刘小姐，自然也想稍稍表现一下，这有错吗？叶晨这话一出，刘曼琼表情瞬间有些不太自然，他没想到叶晨竟忽然把话题聊到了自己的身上，而且这番话中除了调侃，似乎还带着几分认真。刘家辉此时也有点蒙圈，他也实在是搞不明白叶晨到底是有意调侃自己，还是真有意在讨好自己的女儿。如果是前者，那以自己的脾气肯定是忍不了的，必须要跟叶晨算账，否则怎么对得起自己如今的身份地位？更何况自己的老婆就坐在自己的对面，若是自己当着她的面被人讥讽，那自己这张老脸该往哪搁？可如果是后者，那整件事情的走向恰好应了自己的预期，因为自己原本的想法就是把高冷的女儿拉出来，让女儿把叶晨的魂给勾走，然后自己再趁热打铁，跟叶晨把合作敲定。合作定下来之后，以自己女儿的性格，也绝对不会给叶晨任何占便宜的机会。如此一来，自己就是笑到最后的赢家。旁人都会说，这种招数叫空手套白狼，但在刘家辉看来，这分明就是路亚高手用仿真的泥饵钓鱼。寻常人抬钓，除了渔具之外，还要准备各种饵料、窝料，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水里的鱼儿开口。为了钓半斤鱼，打10斤窝料的菜鸟大把多。可是路亚高手不一样，路亚高手只用仿真的鱼饵，鱼把仿真鱼饵吃到嘴里被钓上来，鱼饵拆下来还能继续利用，只要技术好就可以无限复用，不用额外支付任何成本。所以此时的他也不敢继续就这个问题与叶晨争论下去，毕竟他还打算钓伊苏航运这条大鱼，所以尽可能不去跟叶晨翻脸。只要叶晨没挑明了说他就是笑话自己这个绿毛龟，那自己就必须当做他不知道这件事来对待。
于是他连忙换了一副表情，笑道：原来如此，叶先生，看来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自罚一杯。说完，立刻端起酒杯，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。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我是真没想到，区区烧鹅竟然让刘先生这么不爽，既然这样，那晚上就别吃烧鹅了。刘家辉没想到叶晨嘴上还离不开烧鹅俩字，只能硬着头皮笑道：好好好，那晚上我让人在家中准备西餐。叶晨摆摆手，看着刘曼琼笑道：刘小姐下午不是要带我逛逛港岛吗？要是方便的话，我们晚上一起在外面随便吃点怎么样？刘曼琼一下子被叶晨搞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笃定地认为叶晨就是知道烧鹅背后的典故，所以才故意要引导他承认，可没想到他戏耍了父亲一圈之后，竟然又把这件事给圆了回去。也是这一刻，刘曼琼觉得眼前这个姓叶的年轻人绝对不简单，甚至他已经开始怀疑起叶晨来港岛的目的。如果他真是来谈合作的，为什么要抓住父亲的把柄，反复不停地猛戳？此人似乎就是诚心想让父亲不自在。想到这儿，他也很想探究一下叶晨的真实目的，于是便非常爽快地说道：既然叶先生晚上想在外面吃，那我就带你去尝尝地道的港味小吃吧。好，叶晨笑着说道，一言为定。刘家辉此刻看着叶晨满是笑意的表情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其实他也不能确定叶晨到底是不是在故意讽刺自己，但是他眼下不愿去刨根问底，按照他的计划，今天先让叶晨与刘曼琼认识，再给他们一点独处的时间。明天一早就直接把叶晨带到公司，开始跟他聊合作。他心中暗忖，只要合作能谈下来，这姓叶的是不是讽刺我也就不重要了。可要是合作谈不下来，那我肯定也不能吃这个哑巴亏。既然他已经到了港岛，想离开这里，就肯定要付出代价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笑着说道：那晚上你们两个年轻人就单独在外面吃吧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外面的饭菜吃不惯，就不跟你们一起了。说着，他看向刘曼琼，开口道：曼琼，下午让阿明带着车队陪你们一起，有什么事就直接吩咐他。不用了，刘曼琼摇头道，我开车带着叶先生去吧，不要让阿明跟着我们，人太多了也不自在。说罢，他抬头看向叶晨，问道：叶先生觉得呢？叶晨知道刘曼琼是想私下里找机会摸自己的底，于是便也顺水推舟地说道：我自然是坚决支持刘小姐的一切决定。